OK， 非常欢迎收看影视小红帽，我是小白。然后今天这一期是很特别的一期节目，就是我在直播中，然后录出了这一段画面，算是一个国内首创或者是全球首创，就是我们的 Red 科莫多的一个盖板方案的一个搭配。然后呢，会出盖板方案、中配方案和顶配方案3个方案，这3种方案就适应不同的人群。因为现在虽然白色科莫多是有了，然后呢，黑色科莫多应该也很快会有了，而且那个黑色科莫多肯定会卖爆，因为它是6K 16档的宽容度，还有全域快门等等等等，这样的参数都很吊打、很给力。那在卖爆之前呢，先把这个方案做出来，然后呢造福大家，然后喜欢的呢，拜托一键3连。那我们开始吧。首先我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用到的所有的产品。蜗牛云台，蜗牛云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配件。然后第3个是一个神器，对，就是这个幽兰子的双头的手机夹，这个玩意儿设计真的脑洞很大，不得不佩服幽兰子啊。然后第4个要介绍的是，这玩意儿脑洞更大，手机充电宝，磁吸手机充电宝，就很硬核的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就是，就是我们的吸铁这个 C Fast 转 SSD 的方案。最后就是我们的工具套了，工具套特别有意义，是那个斯莫格10周年纪念版的一个工具套，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套装。我们需要的东西就是这么多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开始吧。首先呢，我这个手柄已经安装好了，我这手柄上面是设了2道螺丝的，这样就防止手柄打滑歪掉，就非常非常稳固。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就是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是餐巾纸方案，因为它特别容易掉漆，所以我就会用一个餐巾纸把手柄的地方垫起来。首先我们要拆的就是这个蜗牛云台，这样呢就把那个蜗牛云台接到机器上就完事儿了，然后就完成了一个最初的一个版本。大家可以看到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然后完了以后，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双头充电宝夹给接上去。天哪，你看到还有一个冷却接口，这个是幽兰子家的一个产品，就这个脑洞真的很大很大。这里就是我自己单独安装了一个1/4的螺丝口，就是以便把蜗牛云台倒着来装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手柄上面装一个蜗牛云台，蜗牛云台上面再装一个这个双头手机夹，这样的一个方案就基本上有雏形了，就阻尼非常好，就我们可以自由的移动，就很香。重点来了，就是我们的那个磁吸手机夹方案。为什么要磁吸手机夹方案？我待会儿给大家解释一下。这个是全新的，在某东买的。某东我真的很痛恨他，但是他家买数码产品不能买啊，买这种什么牙膏、洗发水啊、手机夹什么的还可以买。就之前在某狗东上订的那个 A7S3一直都没到，把我给整伤心了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个就本体，一共2件产品，一个是那个手机壳，一个是它的一个充电宝。然后呢，这边是可以看到就这样，你看就吸上去了，非常非常牢靠，看到没？就是它这样吸上去的，吧嗒一声，就甩不掉的，非常非常紧的一个东西。然后呢，就很简单，就把这个充电宝夹这样装上去，然后呢，把手机直接这样装上去，就不翻车的、不掉的方案。你看到没？就这是一个手机监视器的方案，就是我不用的时候手机就可以拿下来，用的时候的。这样就能解决手机的续航问题，因为长时间拍摄手机续航是受不了的。好，这个方案解决了，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方案，吸铁的方案。对啊，很简单，其实就是 C Fast 转 SSD 的一个套装，就是1个 T 的 SSD 可能就几百块钱，但是1个 T 的 C Fast 2.0卡老贵了，就不要说1个 T 了，现在512G 的 C Fast 2.0卡都要4000块钱，就受不了。那这个究竟怎么样来装到机器上呢？之前有预告过，所以有些小伙伴可能知道，就是 Red 其实科莫多做了一个很贴心的设计，就它的卡的舱门，就这儿，它卡的舱门是可以打开的，可以看到这是它的卡的舱门，只需要这样掰下来，它打开了，然后这里有个小扣，可以看到，然后就直接往上一拔，它的舱门就打开了，就放到旁边。然后呢，原来本体用的是这个C Fast 的512G 的卡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很简单，就把这个怼进去，好，然后就可以看到，哇，就这样，就完事儿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就是后面是存储方案，现在我里面装了一张 SSD， 这个 SSD 是
早期的是三星的 SSD， 然后大家可以买一个 T 的什么的都可以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开机见证这套方案究竟能不能用，现场开始见证。好，开机啊！好，开了。哎，科莫多的经典开机画面出现了，还没开好哦，可以。好，它会弹出一个叫未认证的媒体。这个呢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弹出未认证媒体，包括我那张 CFast 2.0的512的卡也会弹出未认证的媒体这个选项，就点 OK 就行了。现在显示的记录时间是1小时20分钟。然后 WiFi 连接好了以后呢，我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用这套方案，因为这套方案真的是太香了。科莫多是我目前用过最好的操作系统，没有之一，真的是没有之一。我大家一会儿看一看就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说了。这个菜单有一个 Red Control 是科莫多专用的一个 APP， 让它查找一下摄像机，查到了，科莫多点进去就好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已经有了，看到没？我要移动一下机位，可以看到我的手机上已经实时图传了，就是几乎没有延迟，可以看一下，哎。然后各位注意，我把手机横过来，它就自动变成横屏了。我只要这样磁吸上去就行，就非常完美的一个解决方案。这个既解决了监看，又解决了充电，又解决了储存，就这些成本就非常非常低，这个方案就很香。然后呢，灵魂的亮点来了，就是双击它放大，这就是一个监看方案。然后再双击就可以对焦，看见没？焦点指哪儿对哪儿。指哪儿对哪儿，非常香。其实我说这些香，其实根本不是重点，最重要的重点来了，它的调参真的是一种我见过最好的调参方式，没有之一。各位可以看，双击出现一个参数画面 ，ISO 怎么调，就直接往下拉，哇，往上拉往下拉就能调整 ISO， 哇，这一点真的是太香了。光圈怎么调，同样也是摁住往下拉，我没按住 ，sorry。哇，你看调整光圈，哇，开到最大最小，然后双击就全屏。再可以大家看一下，再点左上角就可以最小化。然后呢，快门速度都可以调整，你看只要这样拉住它，摁住一拉就可以调整快门速度，就包括往上一调，往下一调，哇，你看就这样的调整简直是灵魂方案。然后呢，这套方案可不可以录像呢？可以，只要点咔嗒，它就开始录制了。录制时候可以双击全屏监看，就现在已经是录制方案了，上面有一条红线。哇塞，这个就真的叫爱了爱了。然后这儿是因为我现在是开的自动对焦，如果开手动对焦，这边可以切换焦点，只要这样推拉就可以这个切换焦点，非常香的一个功能。然后呢，包括 ISO 这样也可以直接拉，直接调整光圈，可以看，哎，这样调整光圈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选成中质量、高质量，就任何的调整都可以在这个 APP 里面完成。我可以把它切到60，我现在4K 60升格，就直接可以，哇塞，真的是香极了。然后包括这是第一个菜单，第二个菜单是关于摄影机机位券号的一个命名，第三个菜单是关于那个 R3D 的一个命名，还有感光器的一个命名，然后还有第四个是一个峰值对焦，包括是它的一个自动对焦的一个性能。我真的还是想说一句，这个 APP 怎么可以这么好用？就真的是太好用了。然后配上我这套方案，很便宜，但是绝对是一个很溜的一套可用的、很溜的一套配置。给大家看一眼，在最后看一眼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是这样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，拜托一键3连，我会带来更多有意思的一些盖板方案。然后我们下期再见。